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男人正在烧的是他自己写的文章，几百篇写了11年，一篇没留。邻居都说这人读书读疯了，可10年之后，京城的读书人会连夜排队抄这个疯子写的东西。这把火里烧掉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事儿得从他27岁那年说起。他年轻时并不是苦孩子，眉山苏家家境殷实，2个哥哥都在用功，就他不读，今天爬山，明天访友，一晃蹉跎了10几年。有人问他父亲，3个儿子2个成器，这一个你就不管管吗？老爷子笑了笑，没接话。转折在27岁那年春天，同乡一个比他小10岁的年轻人中了举，披红挂彩从他家门口游街过去，锣鼓声里，他站在门口，从头看到尾。当天夜里，他把书房的灯点上了，这一盏灯一点就是11年。他补课的方式和天下所有勤奋的人一样，闻鸡起舞，一天不落。要论刻苦，整个眉山没人比得过他。可是从头到尾，他都在学着变成别人。3年后，他第一次下场考进士，放榜那天，他把榜单从头看到尾，没有他。他不服，回去接着读，又是8年。8年后，朝廷开特科，专招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全国推荐上来没几个，他去了，还是没考上。这一年他38岁，11年2场大考，2个不合格。苏洵38岁那年承认了一件事，一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承认的事，自己过去11年的努力很可能从方向上就错了。你想想这有多难，28岁承认还来得及，38岁承认等于亲手把前半生划掉。大多数人到38岁会选择再赌一次，他没有，他搬文稿去了。落榜回家没多久，他把11年写的几百篇文章全搬进了院子，一把火从天没黑烧到深夜。烧完后，他说了句话，大意是这些东西看着像文章，其实全是照着别人描的。这个烧掉自己前半生的人就是苏洵。那晚之后，他看明白了，这11年不是输给那些年轻人，是输给了自己。他一直在拼命证明，我也可以成为别人。而一个人最没有指望的活法，就是用自己的后半生去当别人的复制品。所以他把读的东西全换了，他摊开的是经书、史册、兵法。别人读书是为了功名，他开始琢磨的是，出这些题的人，朝堂上真正发愁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一次他不学任何人，白天他还多了份差事，2个儿子开蒙，他不请先生，自己教。他走错的那条路，一点一点都变成了2个孩子脚下的地图。就这样7、8年，他几乎没写过一篇正经文章。朋友替他着急，光读不写，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，他就4个字：火候不到。很多人问，承认错了，然后呢？38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推倒重来的底气从哪儿来呢？说实话，他的底气不是自己给的。接下来这个人只出场1次，但没有他就没有后面的一切。他的妻子程氏，他把自己的嫁妆变卖了，在城里盘下一间铺子卖布，一家老小7、8年的开销就靠这间铺面勉强支撑着。闭门读书之前，他跟妻子有过一次谈话，他说：我想推倒重来，可我已经38了，这个家。程氏这样回复他：我愿粗布经差，换你安心做学问。眉山人怎么看这一家？一个快40的男人，考不上功名，还不出门做事，靠妻子开铺子养活。风言风语，程氏在外面听了不少，一句都没往家里传。这段日子放到今天，有个流行的说法叫空窗期。他的空窗期足足7、8年。48岁那年，他把闭关这些年写的文章挑出22篇，装进行囊，带上2个儿子，动身去京城。蜀道难走，父子3人走了2个多月，文章经人引荐，送到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案头。欧阳修当夜读完，只做了一件事，逢人就夸。宰相看了，翰林看了，很快半个朝廷都在传。来人，
接下来的事，北宋开国以来没见过。京城的读书人连夜抄他的文章，抄的人太多，满城都在模仿苏家的写法，被全城当范文抄的这个作者考了半辈子，连个功名都没有。第二年春天放榜，苏轼22岁，苏辙19岁，同榜进士。一辈子没上过榜的父亲，站在2个儿子的名字底下站了很久。苏洵的文章火了以后，朝廷递来台阶，来参加一场考试，走个流程就能做官。这种机会他等了30年，你猜他怎么回的？他说身体不好就没去。30年求而不得的东西送到门口，他已经不要了，因为38岁那年，他烧掉的不仅是文稿，还烧掉了一个理念，也就是必须靠功名利禄证明自己。